你有沒有試過，拿起手機時只想滑5分鐘，回過神來，竟然已經過了1個小時？這通常不只是自制力的問題，手機裡的內容早就被設計成一條看不見盡頭的輸送帶。第一個原因是無限滾動，滑手機沒有明確的終點，大腦因此收不到可以停下來了的訊號。第二個原因是你永遠猜不到下一支影片好不好看，這種無法預測的獎勵像拉霸機一樣，會讓人忍不住再試一次。第三個原因是演算法越來越了解你，你在哪支停久一點，重看哪個畫面，對什麼內容按讚，平台都會記住。第四個原因是每支短影片都很短，高度沉浸也可能讓人暫時忽略時間正在流逝，所以下次你打開手機前，可以先問自己一句：我要看什麼？看多久？因為只要你没有設定終點，平台就會替你決定終點。把口播稿變成動畫素材，真的可以不用自己慢慢剪。我最近把2個拼貼動畫 skill 拆開研究，最後自己搓出一版 skill。丟進一句口播稿後，它會先幫我抓出核心意思、關鍵物件、畫面配色、紙片進場順序。我確認視覺隱喻後，它才生成完整拼貼競爭。競爭覺得順眼，再選影片路線，用單張參考圖或是用首尾針。選好以後 ，skill 才會給對應的 flow 提示詞。如果你手上已經有一段口播稿，卻不知道該配什麼畫面，今天我要帶你做的就是這種 Vox 級拼貼動畫。所謂 Vox 級拼貼動畫，就是把照片、紙片和圖形像雜誌剪貼布一樣組合起來，再用動畫把抽象的畫變成看得懂的畫面。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張會動的雜誌剪貼布，照片、紙片、手繪圖形和各種物件會跟着你的旁白一層一層拼成完整畫面。這種動畫很適合解釋抽象概念，像是時間被手機偷走、資訊多到讓人喘不過氣，或腦中突然冒出一個想法，都能變成觀眾一眼就看懂的畫面。你不用自己找素材，不用去背，也不用慢慢拉動畫，就算從來沒有學過剪片，也能把自己說的話變成有畫面、有節奏的內容。今天我會用 ChatGPT 和 Google Flow 把這些工作變成一套更簡單的流程。你只要貼上口播稿， ChatGPT 就會找出適合變成動畫的句子，再把每一句壓縮成一個清楚的畫面概念。最後，我會把這個 skill 完整的分享在我的社群裡，記得看到最後。在跟 AI 對話的時候，我們提出來的要求，嚴格來說就是一種指令。skill 只是預先寫好的一系列的動作，還有要求。有的時候這些指令比較長，所以我們乾脆就把它編寫成了一套說明書。我們預先寫好指令，可以直接在對話的時候貼上來，就像這樣整串的貼上來，然後下面再寫我們要讓它做什麼，或者是我們直接在制定 GPT 裡面，自己用建立 GPT 的方式，一個一個建立在 GPT 裡面有個指令的地方貼上來。如果是用 Anti-Gravity 或者是 Cursor 這種可以做 Vibe Coding 的平台，我們可以直接在對話裡面讓這些 AI 幫我們建立 skill。通常 Codex 的 skill 位置是在 C 槽下面的點 Codex 這個檔案夾裡面會有一個 skills， 所有的 skill 都會在裡面，或者是我們可以指定一個特殊的位置、特殊的資料夾，然後再把路徑推給 AI。直接讓 AI 代理人幫我們建立這些 skill 技能，所以寫好的技能包其實是可以用在許多地方。我們可以在對話框裡直接用斜線，然後輸入開頭的第一個字，比如我輸入 image， 它就會自動帶出所有 image 開頭的技能都會出現在這裡。我只要點選其中一個，它就會反藍自動帶入這些技能。接下來我在操作過程裡面用到的這個 skill 面板，是我把所有的 skill 整合在一起，然後分門別類，方便尋找。我只要按一下複製指令，在這裡貼上，它就會自動帶出相關的技能。這是為了方便管理我有哪些技能。那相關的操作，我們也有在這一支影片分享過。首先，我們來到 Anti-Gravity， 它是一款由 Google 推出的 AI Agent， 也就是所謂的 AI 代理人平台。但是說白話一點，它就是讓不會寫程序的人
也可以使用 Vibe Coding 調度 AI 來讓它幫你調用你自己本機電腦裡面的檔案，直接在你的電腦裡面生成檔案。你可以在 Antigravity 裡面使用 Cloud Code， 也可以導入 OpenAI ChatGPT 裡面的 Codex。當然 Antigravity 本身就自帶着它原生的 AI Agent 工作平台，裡面的預設模型就是 Gemini 系列，可以在這裡做挑選。它的額度也有限制，免費版和付費版的都有一點點區別。有關 Antigravity 的安裝和使用，可以參考我們這支影片。你一定多少有聽過最近用戶圈爆火的 Claude Code， 很多人拿它來寫 code， 生成網頁，甚至是組織了自動化工作流。我們可以參考這一支影片來做安裝跟初步的認識。這裡我們就直接從 Antigravity 開始。這一次我要使用的是 ChatGPT 的 Codex， 所以我就點擊下 Codex 的 icon。進來之後，由於我自己已經為了 Skills 設定了一個工作面板，所以我只要按複製指令，或者是直接按左斜線，你就可以叫出來你的 skill。選擇好 skill 之後會出現反欄，然後給它的指令就是短短的一句話。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腳本，所以我要求他給我一段有關習得性無助的文案，放出指令。現在他已經很快的把文案幫我寫出來了。我們可以把這個文案先複製下來備用，我們可以自己編輯一下，或者是直接原封不動的貼上來。接下來我要調用一個我自己改良過後重新建立的一個 box 風格拼接動畫 skill。我按複製指令，在這裡貼上。選擇這個 skill 後，它一樣會出現反欄，然後下面直接貼上剛才那個腳本，送出去。很快 Codex 就給了我回復，建議把我剛才給他的文案拆成7個畫面，每一段大概8秒，總長56秒。接着下面就是他建議的每7個畫面裡面包含了哪一些文案，比如第一支影片8秒裡面，它大概就是有這些內容。接下來他會發問，進下一個步驟，回復全部通過，就會先制作第一段的開始畫面跟結束畫面，讓我確認紙張的質感、人物風格跟配色。那我就回復全部通過。好，很快它就自動幫我生成好了第一段影片的初始幀跟結尾幀，也就是開始畫面和結束畫面。它也給了我口播對應，讓我之後能夠根據這些動畫來搭配這些文案，也就是所謂的旁白。然後它讓我確認人物風格、紙張質感、點綴構圖等等。但是因為這個顏色我沒有很喜歡，所以這一次我想要額外指定不同的顏色組合，所以我就來到了 Pinterest 搜尋調色板。這一次我想要使用這一張來作為主要的視覺色調，所以我就把它做下載，回到 Antigravity， 鋪上這張圖片。我的指令是參考附圖調色板，根據這種色調重新生成第一支影片的首尾幀，送出。很快的，它就分析完我的調色配置，並且重新生成了第一支影片的首尾幀。生成好的圖片會放在哪裡呢？其實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特別跟 AI 指定，但是如果是 Codex 的話，它預設的位置會是放在電腦裡的 C 槽下點 Codex 裡面會有一個預設好的資料夾，叫做 Generated Images， 也就是生成的圖片都會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進去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我今天生成的，它都放在這個裡面。所以之後我們要上傳首尾幀圖片的時候，可以從這裡做上傳。在這裡生成圖片，它所使用的分圖模型，它也調用了我原本在 ChatGPT 裡面的生圖額度。一般人使用 ChatGPT 生圖，可能就是在網頁版裡面讓 AI 幫你畫圖，但是這種畫圖方式常常很慢，有時候一張圖要等很久，因為它的渲染時間似乎變得比較長，而且也不太可能一次批量性生成7、8張給我。但是如果我是使用像 Antigravity 這種 Vibe Coding 的工具，或者是 AI Agent、AI 代理人工具，它一次就能夠幫我畫完10幾張圖，並且存在這個資料夾裡面。接着畫完圖之後，它一樣是讓我確認好，只要回復新版通過，它就直接幫我根據這個色調，直接做好第2支影片到第7支影片的首尾幀。那我就回復通過。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已經開始
自動的生成第2到第7段影片，每一段影片的首尾幀，並且它會根據我在 Scale 裡面的設定，要求每一張圖片的檔名都要直接幫我整理好。比如說，第一支影片的首幀就是 C1F，F 代表的是 First， 也就是首幀。第一段影片的尾幀是 C1L，L 就是代表 Last， 也就是尾幀。所以每一支影片會以此類推，這些都一次寫在 Scale 裡面，後續我們都不用再手動整理檔名。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已經把總共7段影片的圖都幫我一次生成完畢了，也把段落的對應內容寫在這裡。7段影片，每一段影片各有2張圖片，也就是首尾幀圖片，所以總共有14張，都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而且它的檔案命名都根據我在 Scale 裡面設的規定命名好了。接下來我們就要讓 AI 幫我們提供每一支影片的提示詞，回復通過，它就會開始依照 Scale 裡面的規劃，幫這7支影片的收尾幀提供相應的影片提示詞。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已經把7支影片對應的影片提示詞都生成完畢，都是可以一鍵複製。接下來我們就來到 Google Flow， 用自己的 Google 賬號登錄，免費訂閱，每天也能夠有50點的積分可以使用，點數每天都會刷新一次。點選新建項目，首先我們可以在右下角先設定好我們需要用的模型，點選設置，我們可以在做影片的部分看到它有好幾種模型。如果我們要準確的使用首尾幀圖片，精準的控制影片的第一幕跟最後一幕，那我們就必須要用 Veo 3.1 這個模型，因為 Omni 這個模型它只支援參考圖，但是它沒有辦法允許你指定好第一幕畫面跟最後一幕畫面，所以我這裡就先選擇 Veo 3.1 Fast， 因為我覺得 Fast 的效果會比 Light 好一些，但是同時 Fast 的模型消耗的點數也會比 Light 多。效果最好的是 Quality， 但是我覺得目前我們還不需要用到 Quality。點選 Veo 3.1 Fast， 預設好寬高比16:9，每一次生成1支。這裡我希望它不用再問我直接生成，所以我點選這個不需要問我的選項，然後點選保存，接着回到剛才 Codex 幫我生成的7張圖片首尾幀，它的檔名已經都幫我規劃好了，所以很容易辨識。C1 就是指第一支影片， F 都是指 First， 也就是初始幀， C1L 就是最後一個畫面，第一支影片的最後一個畫面，我就同時把這2張圖片在這裡貼上或者是上傳。上傳好了之後，分享一個很重要的注意事項，也就是我之前踩過的坑，無論你貼上來的時候，它是以哪一個畫面做開頭，這邊一定要做一個檢查，無論我們提示詞是如何精確，它通常會把第一張圖片，也就是排在前面那張圖當做初始幀，第2張當做結尾幀，所以這個畫面很顯然就是次序錯誤，所以我把它按叉叉消除，按照順序點選左下角的加號，先選擇初始幀，然後點選添加到提示，再次點選加號，選擇結尾幀，然後添加到提示，回到 Anti-Gravity Codex 這裡，將它幫我準備好的轉影片提示詞複製下來，然後貼在這裡，確認好秒數8秒。因為目前如果用 Veo 這個模型，它最多就是生成8秒，如果是用 Omni 這個模型，目前可以生成10秒。確認提示詞裡面的寬高比有沒有錯誤，那確認無之後，我們就可以按右下角的送出了，很快就生成完畢了。我們點一集影片，然後按右上角的下載，那接下來的每一集都用同樣的方式生成。那現在所有影片都生成完畢了，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個組裝。我們可以使用 CapCut 或者是剪映的電腦版，然後從素材這裡導入所有的影片。現在我依序把這7支片段做組裝，拉到主軌道，然後點選文本，點選添加文本。這個時候我就要開始建立旁白。回到 Codex， 它已經有幫我們寫好了對應每一支影片的旁白。那我們就把它複製下來，貼在文本這裡。這裡我先把它縮到最小，然後對應的每一支的長度。接下來每一支都如法炮製。第2段就貼第2段的對白，全選這些文字，然後點選朗讀，選擇一個聲音之後，點選開始朗讀。這樣片段就組裝完成了。我們可以來試着播放一次。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努力了很多次，結果每次都失敗，機會真的來了，
你卻連試都不想試，旁人可能覺得你懶，其實你只是被失敗訓練太久了。心理學叫它習得性無助，大腦只記得反正做什麼都沒用，可環境可能早就變了。所以先別逼自己突然振作，先做一件小到很難失敗的事，回一封信，整理桌面5分鐘，完成今天最簡單的工作。小小的成功會告訴大腦，我的行動有用，慢慢把自己教回來。所以這個 skill 所帶來的整個工作流程大概可以分為這幾步。第一，就是我們與 AI 協作，一起生成文案，或者是提供既有的腳本。第二，針對文案這個 skill 會拆分成必要的影片片段數量。第三，確認到底需要幾支影片之後，就開始着手先畫出第一支的首尾幀圖，也就是第一幕跟最後一幕，先確認視覺方向。一旦確認了沒有問題， AI 就會直接生成第2支到最後一支，每一支所需要的初始幀跟結尾幀2個畫面。這個 skill 的預設是提供適用的首尾幀提示詞。第4步，畫出所有影片的首尾幀圖片，每一集影片2張圖，並且直接存檔在我們的本機電腦裡。第5步， AI 直接把檔名都做一個整理，這樣我們在抓圖片上傳的時候會更方便，也不用自己手動去改檔名。第6步， AI 必須要確認已經提供每集影片首尾幀應對的文案。第7步，就是我們直接前往 Google Flow。第8個步驟就是把影片下載到本機電腦裡。最後一步就是組裝影片，並且再放上必要的旁白。這套 skill 我已經整理好了，你不用會剪片，也不用找素材，一句口播稿就能變成會動的畫面，鏈接就放在說明欄裡，免費加入就能即刻下載使用。今天就開始做第一支屬於你自己的 Vox 拼貼動畫吧！記得訂閱、按讚、關注我，我們下支影片見。